听到叶晨这番话，塔瓦纳下意识地惊呼一声：“啊，您的意思是让我去华夏开演唱会？”“对。”叶晨淡淡道，“你目前应该还没有在华夏开过演唱会吧？正好趁这个机会给华夏歌迷一点惊喜，这对你的事业来说也是件好事。而且我可以给你承诺的是，你到了华夏之后，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安全上的问题，就看你愿不愿意了。”塔瓦纳不假思索地说道。我愿意。放在平时，塔瓦纳可能还有其他的考量，但是现在他内心深处没有任何拒绝的念头，内心深处好像有多个声音在不停地催促自己赶紧答应。叶晨见他点头，便开口道：“那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谈谈具体的合作。刚好三井先生也在这里，而且他又是环球的股东，我们三方就把这件事情定下来。塔瓦纳到华夏的演出，所有演出费用均按照你们正常的商业合作模式，无论是买断也好，票房分成也好，我这边都没有问题。我的要求有以下几点：第一，华夏演唱会总场次不得低于8场；第二，这不低于8场演唱会的主办权要全权交给我；第三，票务方面由我来指定公司独家代理。”塔瓦纳再次毫不犹豫地说道：“我都没有问题。”三井良孝心里很清楚，塔瓦纳这种世界级的顶级歌手，无论在任何地方开演唱会，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拉动都是巨大的。一场演唱会单是几万张门票就能卖几千万，还能为当地带来几个亿甚至更高的旅游收入，甚至还能让这个城市在世界新闻的头条持续曝光好几天。这背后的商业价值大得惊人，所以很多国家的演出公司想要邀请塔瓦纳到当地演出，一般都要给出天量的让利，甚至当地政府还要给予一定的补贴。而塔瓦纳的团队以及经纪公司对演出的掌控也非常强，自主权极高，单单票务这一层就蕴含了极大的隐形收入。如果是在热门国家、热门城市的演唱会，体育场容纳5万人的话，演唱会票面的总票房大概在1000万美金上下。但是考虑到塔瓦纳名气极大，演出门票溢价极高，所以有无数种办法暗中提高票价。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控票、炒票。5万张门票，实际只对普通观众出售5000张，这5000张完全就看谁运气好，谁网速快，谁手指头戳得最迅速，谁就有可能抢到一张。如果有技术型黄牛依靠开发软件来跟普通观众抢这5000张，那就是黄牛和观众之间的事情了。主办方基本不过问，因为主办方在乎的是真正的大头。真正大头就是捂着没公开发售的45000张门票。由于是最卖座的顶尖歌手，门票几乎不可能存在滞销的情况，所以这45000张门票，主办方可以直接以翻倍的溢价打包卖给一个总包方。有的演唱会核心位置的票价甚至都能比票面价格翻出10倍甚至几十倍。别说塔瓦纳这种世界级的顶尖高手，就算只是华语乐坛的顶尖歌手，那场第一排的位置票面价格最多也就2000块钱人民币，但是终端实际成交的价格往往都会比票面价格贵上20-30倍。你要是拿5万块钱预算去买一张某天王在1线城市的演唱会门票，大概率都买不到第一排的中间位置，更别说塔瓦纳这种世界顶流了。塔瓦纳在北美，尤其是加拿大演唱会的门票，那场好的区域起价就是7-8千加币，最核心的位置别说5万美金一张，10万美金一张也多的是有钱人去抢。而主办方手里捂着的可不只是那场前排这种黄金位置，他捂着的可能是45000张各种位置的门票，不只是黄金位置翻几十倍稀松平常，哪怕最烂的山顶位置也能翻2-3倍卖出去。主办方赚这笔钱也非常容易，想一口全吃完的就直接自己做黄牛，左手倒右手，不想折腾的完全可以在当地找一个有实力的票务分销，让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45000张门票全部打包买走。
自己直接赚走3倍票房。不要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其实很多大票务分销都拿得出这笔钱。面对这种稳赚不赔的大演出，也一定愿意出这笔钱，就算自己出不起，也会联合很多资方一起出钱把这批票吃下来，加价分销之后再分钱。票务分销把这45000张门票买走之后，可以再加一部分利润，然后分发给遍布全网的下一级分销商，最后分发到那些黄牛的手里，再由黄牛把这批门票以5倍以上的价格卖给观众。如此一来，整条产业链都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而供养他们的就是那些不惜以几倍的价格购买演唱会门票的冤种粉丝。塔瓦纳在全球范围内爆红已经数年，目前为止还不曾去过华夏开演唱会。叶晨由此可以推测得出，一旦他去华夏开唱，如果不对门票进行管控，那门票一定会被炒出天际线。对那些真正的土豪来说，花几十万人民币去第一排看塔瓦纳的演唱会，光是朋友圈装个逼也值回票价了，更别提那些带一次货就能赚几百上千万的大网红。钱对他们来说完全失去了正常的衡量标准，他们只需要上嘴唇碰下嘴唇，喊2声兄弟们、家人们、美眉们，一年下来赚的可能比塔瓦纳还多。花几十万看个塔瓦纳，对他们来说又能装逼，又能蹭一波流量和热度，怎么算都是值得的。而且叶晨一要就要了8场演唱会所有的票务总代理，这背后的利润空间甚至有可能达到几亿美金。三井良孝虽然已经很有钱了，但是做生意人的商业思维依旧不会因为有钱就变得懈怠。相反，越是做生意成功的人，越不可能让别人在自己身上占到钱的便宜。所以这一瞬间，他几乎脱口而出就想拒绝叶晨，或者婉拒叶晨，然后再好好跟他聊一聊票务代理方面的细则。他的想法很简单，这笔隐形的巨额收入你可以挣，但你不能一个人挣完，你得给我们返回来一部分，而且至少50%。叶晨见他面露迟疑，便知道他大概在想什么，于是立刻开口道：三井先生，我首先要跟你强调一点，我之所以邀请斯维特小姐去华夏演出，不是因为我欣赏她，或者想借机会赚钱，而是我单纯觉得她这么大一个明星，面对华夏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的粉丝，这么多年都不去开演唱会，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帮斯维特小姐迈出第一步，也算是给华夏粉丝谋些福利。说着，叶晨又道，至于这8场演唱会的门票，我会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原价销售，并且会做好充足的准备，抵制一切转卖行为。如果我在这8场演唱会中的任何一张门票上加了哪怕1分钱，我会把所有票房收入全部给你们，再赔偿你们10亿美金。三井良孝听得啧舌，10亿美金的赔偿，叶晨能拿得出10亿美金？一旁的费可欣见他面露惊讶，便有些不悦地说道，三井先生不用怀疑叶先生的承诺，如果真出现叶先生说的那种情况，这10亿我赔给你。三井良孝见费可欣这么力挺叶晨，当下也不敢再有任何质疑，立刻点头说道，看来叶先生是真的要为华夏粉丝谋福利，只是我私人提醒您，倒票行为是很难管控的。斯维特小姐的演唱会本就十分火爆，第一次去华夏开的话，对粉丝来说纪念意义又大了许多。这样的演唱会，核心区域的门票翻几10倍轻轻松松，很多人都会为了这个差价铤而走险。说着，三井良孝又道，就算叶先生贯彻实名制购票，普通民众也很难抢得过专业的黄牛，他们有技术手段，也有人海战术，总是能够拿到比一般人更高的概率。不要紧，叶晨淡淡道，我有我的办法。